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呼妮。因為呢，我即將離開東海了，所以今天想要以一個在這邊生活4年的東海人視角，帶大家認識校園，還有分享我平常會去吃什麼東西，還有會跟同學去哪裡。那今天的校園導覽就從我身後的男生餐廳開始。Let's go。這邊叫男生餐廳，不是因為只有男生可以吃，是因為我們的男宿在這附近。在這邊呢，我通常只會吃隔壁的全家，還有麻辣時刻跟牛肉麵。其實，在約莫2年前，這邊有一間叫佳佳的便當店，然後它真的超級好吃又小夠短襪，只是後面不知道什麼原因，所以收掉了。在它結束營業的那幾天呢，它的排隊人潮從店門口一路排到我們的男生餐廳正門。很可惜，我們的攝影師在他上大學之前，這間店就收掉了，不然他心目中的學餐Top 1絕對不會是這家燉飯，一定是我們的佳佳戰神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往我們的德耀路移動，我們就走一些比較簡單、大部分的學生會經過的路線。那我們就往人文大樓前進。攝影師說要拍我們蟬鳴鳥叫的聲音。好，我們謝謝他。我們東海其實是很漂亮的啦，但是你能感受到校園的美的時刻，大概只有在你沒有在趕課的時候。就像我們現在非常悠閒的走在這邊，但是我們狂被蚊子叮。這邊呢是我們的人文大樓，也是我們俗稱的 H 大。那蠻多通識課都會在這邊上課的。在我大一的時候，很常跟我朋友在這邊的頂樓看夜景、看星星。我覺得這邊也是全東海看風景最適合的地方。另外呢，在聖誕節的時候，這邊的平台會變成一個超大型的夜店。所以如果聖誕節你不知道要去哪裡玩的話，可以來我們學校走走，觀光市集啊，或是聽聽鐘聲，也可以來參觀一下我們的 H 大超級大夜店。這邊是我們的語文館，也是我們上大一英文的地方。但說實在，我沒有很喜歡這邊，因為這邊很潮濕又很舊，那個黑板下面會有超級多的衣語，加上這邊的地勢它是往下的，所以那個霉味會直接灌到你的鼻腔裡面。然後呢，這邊的教室代碼是 LAN， 因為我大3上韓文課的時候，我看到 L 我就以為是語文館，然後我在這邊繞超久，後來才發現 L 其實是法學院。所以如果東海的同學你有不確定的教室代碼的話，最好還是上網看一下會比較準確哦。這邊是我們的公社系館。那像我其實有修過幾堂公社系的課，我覺得他們的課都不是特別好過。但我覺得如果你對設計有興趣的話，還是可以來修，因為我覺得還是能學到不少的東西。像我之前上過的精工課，我已經推到爛掉了。那在之前某一部影片裡面也有介紹到，只是它現在好像不好搶。像在我學期初有來登記加選的時候，才第3天，系辦外面就已經掛已額滿的牌子了。所以如果你要上精工課的話，手速要快。這邊是我們的新宿舍。那關於新宿舍呢，之前已經有做過一支介紹的影片了，今天就不再贅述。可以回答一下我最近收到的幾個問題，像是2校生能不能住這邊的宿舍？像我之前有遇過幾個管院的學生，但他們跟我說，其實通勤蠻不方便。雖然有校內公車，不過校內公車真的很容易爆滿。那如果你等下一班的話，就超容易遲到。不過如果你有交通工具的話，其實還蠻方便，因為車棚就在附近。那就是看自己斟酌，想要住新一點的房型，還是你想要通勤方便。好可愛，好可愛，好可愛哦！我們是東海喵喵大學，好可愛哦。那個旁邊的貓，你可以安靜一點嗎？地瓜過馬路，但是他都不走斑馬線。同學，你上課遲到了啦！啊？啊，好。好，地瓜過馬路。
這棟是我們的建築系館。那說實在，我在這邊讀了4年，我從來沒有看過裡面的燈是暗的，它無時無刻都是亮的，就感覺裡面的人都沒有在睡覺。我遇過幾個建築系的同學，跟我上同一堂課的，他們每次來就是一臉哇好累，我快數掉了，我剛剛評完圖，誰來救救我的樣子，就是辛苦我們偉大的建築系同學了。那其實有一個小插曲呢，就是去年的耶誕晚會，我跟攝影師有幸有進去過裡面的舞會。那時候因為我們都喝了小酒，然後就是跳得太開心，也唱得很開心，然後我的外套就掉在地板上啊，我隔壁的男生就幫我撿起來，然後他撿起來之後，我們有稍微對到眼，之後我就跟我们的攝影師對看，攝影師實在太害羞了，我那時候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，我就跟他說，同學不好意思，你有女朋友嗎？但是他的回復呢，来攝影師自己說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。然後呢，我們可愛的攝影師就破防了一整個晚上哦。啊，这明明就卡里卡里。这邊是我們的科技大樓 ST， 但說實在，我對這邊的印象只不於它有影印室而已。就是我們東海大學其實有提供新生免費的列印額度，上下學期各100點，好像蠻多人不知道這個資訊的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朋友也不知道啊，可以幫我廣為流傳，告訴你身邊的朋友哦。這邊呢是我們的中正堂，這邊是舉辦各種活動的地方，像是新生的迎新晚會或是熱舞社成班，然後大一文分級考都是在這邊舉行的哦。然後必須吐槽一下，東海大學，你中正堂的桌椅真的是爛到沒邊吶，那個超級不符合人體工學的，誰教好人考試要這樣寫字啊？這是給要拉完嘞。這邊是我們的社科院，跟大家分享一個校園都市傳說。就聽說這邊的平台搶票特別的神，我有不少朋友在這邊搶票成功過。另外呢，這邊的木頭欄杆都比較脆弱，盡量不要靠在欄杆上面，不然會很危險哦。可以看到那邊有一隻小貓咪，某一個學期它出現在這附近的，然後它是一個超級沒有節操的貓咪，它看到人它就會喵喵叫，然後朝你跑過來了，直測它今天心情好不好。襪子，襪子，貓，來，伸懶腰，它超乖的，對吧？你今天應該不會咬我吧？我上次被它扁，因為我吵它睡覺。他們有一個正確的名字啊，但我都叫他襪子，因為他有穿4隻襪子，超爽！那個臉是怎樣？這邊呢是我們的總圖，進去要刷學生證。我覺得裡面空間還蠻寬敞舒服的，只是因為它2樓是中空的設計，所以1樓的交談聲跟借書的嗶嗶聲都會傳到2樓。所以如果你比較怕吵的話，可以往3樓以上移動。段考週的話，它會開放24小時的自習室。這條呢是我們的文理大道，那據說它的命名由來是根據最早建構的2個學院，文學院跟理學院。那因為這條路上的院系比較多，我就不一一介紹，我們就簡單帶過。這邊呢是我們的文理大道鐘樓，那據說最早期是以這邊為終點。仔細看的話，可以發現中間的格子是由小到大排列的，這象徵東海就像東邊升起的太陽，慢慢向上，慢慢變大，也代表着東海永不止息的朝氣。
鐘樓往下走呢，可以看到這個地板上很像堆疊的東西，這個是在2000年建構的時光膠囊。那據說裡面是放一些手寫信啊、明信片或是一些電子記錄檔案。有一個校園傳說，就是食科系在裡面塞了一隻真空包裝的烤雞。那究竟這是不是真的呢？我們2050年就知道啦。這一塊草坪其實有一個別稱，叫做21草坪，就是我們東海大學的學生絕對不能踩在上面，因為如果你踩的話，就會被21。攝影師現在踩在這個草坪上，不過我相信他上學那麼認真，一定是不會被當的啦。我身後的這個呢，是我們東海最著名的地標路思義教堂。那請注意，它不是路易斯，也不是路易莎。附近會有很多遊客在這邊拍照啊、野餐啊。我大一的時候看到還很不習慣，我每次回東海的時候都會覺得這邊很像什麼東海大公園。這邊呢，其實也有一個小故事，就是我們大一還在跟同學變熟的時候，不知道誰提議說要去東邊買酒，然後買完之後我們就回來這邊喝。喝着喝着，我們就有人說要玩真心話大冒險，然後玩累了就躺下來看星星睡覺。而且那個睡覺還不是我提議的，然後我就真的睡着之後，我醒來坐起來才發現大家都盯着我看，然后他們還跟我說，你知道剛剛就只有你一個人睡着嗎？因為我們大一的時候只有一個人有車，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去到太遠的地方，所以我們基本上無聊的時候就是在東海一直散步啊、亂走啊什麼的，然後我們最後就是會回到這邊聊聊天啊，然後睡個覺什麼的。因為我們宿舍有12點會斷熱水的規定，所以說我們都會在這邊等超久，大概4、5點的時候，附近的路燈就會開始亮，然後就會有人來晨跑，大概等到7點左右，我們就會乖乖回宿舍洗澡睡覺了。這邊呢是花園餐廳，也是我們學校的第2個學餐。在這邊我只會吃樓下的八方跟裡面的炒飯。不過炒飯阿北之前就已經退休，現在已經吃不到了。我以前最愛吃的就是蝦仁炒飯或是牛肉炒飯，然後加半熟蛋。我朋友他會一半飯，然後一半菜脯，他感覺吃得很爽，但是應該也離洗腎不遠了啦。我身後的這個呢是以前的郵局，那它現在改成路思義校企，裡面是咖啡廳，然後有賣甜食、咖啡跟雙麒麟。攝影師說雙麒麟還不錯吃。除了這些之外，還有賣學校做的一些文創商品。這邊是我們的乳品小站，裡面有賣像是鮮乳啊，或是保久乳、冰棒、冰淇淋之類的。接下来我們就要慢慢往2校區移動嘍。現在在我身後的這個是我們的乳牛牧場，那通常他們都會在這一塊地方活動，只是今天被關在後面。那個味道真的是香啊！在我們牧場對面呢，這裡是我們的馬教室。我們學校除了選修體育有馬術課之外呢，也有馬術社，推廣部也有開設課程。給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 TMI，就是旁邊有一個很大的草坪，那裡是我們上課的地方。如果說你要在那邊玩啊，或是搭帳篷的話，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地板，因為我們的馬都會在這邊吃草啊，然後排泄啊，所以有時候你都不知道你摸到的是土還是它的大便。你們現在看到這隻大隻的是我們的豆漿，然後仔細看的話呢，後面有一隻小小隻的馬，那是3月剛出生的蜜豆奶，它超小隻的，可是它跑起來也是很可怕的哦。
這個封起來的地方呢，是我們二校的球場，只是它從很早之前就開始施工，因為它現在在蓋屋頂。原本預計這個學期就會完工，但是它到現在還沒蓋完。我自己是享受不到這個有加蓋的屋頂啦，我們就留給攝影師享受吧。攝影師比較常在這邊打球，那攝影師給這邊的球場幾分呢？那個1.5分大概是留給，因為這邊的牛味跟那個雞鴨的味道都會全部飄過來，是非常香的。鞠躬就有飯吃，抱歉沒有。最後這裡是我們的管院，這邊真的超級大，也很容易迷路。而且我覺得這邊的氛圍其實也跟一校不太一樣。如果說一校區是文青自然風的話，那我覺得這邊有一種商業精英的感覺。而且我覺得二校的顏值比較高，就感覺大家好像比較會打扮一點。我覺得可能也跟科系有關啦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們今天的校園導覽。不過因為東海實在太大，所以我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去到，這部分就留給大家自行探索嘍。